我车的？我没说话，挂上 D 档。爸，坐稳了，今天让你看看我开车有多稳。早上刚上班人士拿着一份文件来到我工位旁，冷冷开口：经公司研究决定，兹调任技术部高级工程师陆远前往行政部任董事长司机一职，即日生效。我陆远985毕业，手握3个核心专利，本年度最佳员工提名者，公司底层代码的半壁江山，去给董事长当司机，这操作离谱的，让我一瞬间以为自己还在梦里。周围的同事们表情从震惊到错愕，再到憋笑。远哥，这是高升了？可不是嘛，一步登天，直接给董事长开车，这福气能小得了吗？以后咱们远哥就是董事长身边的人了，可得罩着我们啊！调侃的声音此起彼伏，我抬起头，视线越过一张张看戏的脸，落在了不远处办公室里那个正假装喝水，嘴角却咧到耳根的男人身上。刘坤，公司副总，也是我的顶头上司。前几天他想把他那个只会写几行基础代码、经验还不够的外甥安排进我们核心项目组，被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拒绝了。刘总，这是核心项目，不是练手项目，经验不够的人真的不适合进组。当时他表情一僵，没想到他的动作来得这么快，这么别致，把我这个技术骨干调去当司机，就是为了告诉所有人，再有能力也不能随便挡他的安排。他要让全公司都看看，不配合刘坤会被怎样安排。刘坤办公室的门开了，陆远，过来一下。配合他的王经理叫我过去，我面无表情地站起来，在同事们复杂的目光中走了过去。办公室里，刘坤坐在老板椅上，慢悠悠地品着茶。陆远啊，我知道你可能一时想不通，但是你要理解公司的良苦用心嘛。你技术能力强，但性格太直，容易得罪人。让你去董事长身边多听听、多看看，学学为人处事之道，对你未来的发展有好处。是啊，陆远，董事长日理万机，他老人家的安全可是头等大事。公司把这么重要的岗位交给你，是信任你。我看着这两个人一唱一和，突然觉得有点好笑。我没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哦，想通了？想通了，感谢领导栽培，我一定好好开车，保证董事长安全。刘坤和王经理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满意，他们以为我怂了，认命了。这就对了嘛，年轻人能屈能伸才是大智慧，孺子可教。去吧，去行政部领车钥匙，今天就开始上岗。别让董事长等急了。我点点头，转身离开。交接快的离谱，工牌一换，办公桌没了，只剩一个司机储物柜。技术部的人客气地送我，我笑着应下，心里只觉得无奈。以后真出问题，可别又来找我。我拿着车钥匙下到停车场，坐进黑色董事长座驾，真皮座椅，冷调香薰，引擎声一响，我忽然觉得这司机岗好像也不亏。下一秒，电梯门叮的一声打开，刘坤和王经理簇拥着董事长陆天成走了出来。那是我爸，头发花白，不怒自威，也是那个3句话不合就想教育我的亲爹。董事长，您请。今天给您换了个新司机，小伙子精神得很。我爹嗯了一声，没看驾驶位，直接坐进后座。车外刘坤和王经理笑得藏不住，等着看我被当场赶下车。后座忽然安静，我爹像是察觉不对，慢慢探身，目光落在我的后脑勺上，空气凝住3秒。下一刻，一句严厉的话打破了地下停车场的安静。陆远，谁让你开我车的？赶紧下车！他瞬间暴怒，声音里全是压不住的火气。车外的刘坤和王经理脸上的笑容一时间更明显，他们激动的脸都红了，几乎以为事情已经成了。这陆远这次麻烦大了。我通过后视镜看着我爹那张气得发沉的脸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我转过头迎上他严厉的目光。别激动，是公司的人事调动。我不管你什么调动，先下车。董事长，您消消气儿，这陆远不懂事，冲撞了您，我马上让他走人，再给您安排个老师傅。我爹压根没理他，目光还是盯着我。我让你去当项目经理，你跑来给我当司机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的脸不值钱？这话一出，刘坤和王经理的笑容僵在了脸上。等等，这对话好像有哪里不对。周围几个恰好路过的员工也停下了脚步，一脸懵逼地看着我们。我掏了掏耳朵，慢悠悠地说：爸，你先搞清楚，是你自己签的字，人事调令上有你的亲笔签名。我签的字？我什么时候签过这种荒唐调令？就上周刘副总给您送的一大堆文件里夹在中间，你估计没细看。我爹的目光缓缓地转向了车外，那个笑容已经彻底凝固的刘坤。刘坤额头上明显冒了汗，他感觉到董事长的目光已经落在了他身上。刘坤，你把这种调令夹在文件里让我签？董事长，我不知道他是您儿子啊，我就是看他性格太冲，想磨练磨练他。整个地下停车场异常安静，所有人一时都没反应过来。陆远是董事长的儿子，那个技术部最厉害的陆远，竟然是董事长儿子。刘副总把董事长儿子调来给董事长当司机，这剧情也太离谱了吧！我看着刘坤难看的脸色，又看了看气得脸色发沉的老爹，我叹了口气，重新挂上低档，平稳起步。爸，坐稳了，回家再说。
今天让你看看我开车有多稳。董事长座驾发出一声低鸣，平稳驶了出去，只留下刘坤和王经理以及几名旁观员工在原地发愣。车速控制得很稳，后视镜里我爹的脸色依旧发沉。陆远，开慢点，稳一点。放心，稳得住，驾照在手，安全第一。少来这套！我让你去管项目学管理，以后接我的帮，你跑去开车，是不是故意气我？我爹压着火气开口，声音混着窗外的风声，在车厢里格外清楚。爸，我再说一遍，调令是你自己签的，而且我喜欢写电码，不喜欢管人。这事儿我跟你说过800遍了。写电码能有什么出息？能当饭吃？能，我1个月的工资比你这司机高3倍。我爹被我一句话噎住，靠回座椅生闷气。车里终于安静下来，我知道他为什么急。陆天成白手起家，把小作坊做成上市公司，却偏偏生了我这个只爱写代码不爱管公司的儿子。他逼我学管理，我转头自学计算机。他想让我接班，我偏从底层程序员干到核心岗，还不让公司知道我是他儿子。他一直想把我推上管理岗，没想到刘坤这次小动作正好撞到他火气上。回到家，我爹一进门就把公文包扔在了沙发上，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跟那姓刘的有什么过节？我慢悠悠地把刘坤想塞他外省进项目组，被我直接拒绝的事说了一遍。我爹听完气得一拍大腿，拒绝的好，这种没有经验的人就该直接拒绝。但是你就不能动动脑子，你就不能婉转一点，非要当着所有人的面让他下不来台，这就是你的问题。只顾技术了，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。这次被针对，也算给自己提个醒。哦，知道了，下次我还这样。眼看我爹的情绪又要上来，我妈从厨房里端着一盘水果出来了。行了行了，一回来就吵，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？儿子，别理你爸，当司机好啊，活少离家近，还不用加班，多好。你还向着他，你看看他那点出息。我儿子有出息着呢，不靠你，自己当上高级工程师多厉害，不像某些人。儿子在自己公司上班都不知道。我爹被我妈说的没话说，只能坐在沙发上生闷气。我啃着苹果看着这一幕，心里直乐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开着董事长座驾准时到楼下，我爹黑着脸上车，一路没说话。我知道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车刚停进公司地下车库，就看见刘坤和王经理早早守在车位旁，两人眼圈发黑，满脸憔悴，一看就没睡好。董事长，早啊！刘副总，早啊！昨晚睡得好吗？还好，我不太好。我昨天才知道公司的副总这么体恤下属，为了磨练我儿子，都亲自安排他去开车了，受宠若惊啊！董事长，我错了，我真不知道陆远是您儿子，我要是知道，给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啊！哦，你的意思是，如果陆远不是我儿子，他是个普通员工，你就可以随便把他从核心技术岗调去当司机了？你就可以因为私人恩怨随意践踏一个优秀员工的职业生涯了？这就是你刘坤管理公司的方式。我爹的声音越来越冷，刘坤脸色惨白，终于意识到自己完了。这已经不是得罪我这么简单，而是滥用职权，破坏公司人才制度。得罪人还能解释，涉及制度问题就必须按流程处理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董事长您听我不用解释了，你和王经理先暂停手头职务，配合人事和内控部门复核，后续怎么处理，按公司制度来。下车后，我爹看都没看刘坤，转身走向电梯。我锁好车，路过刘坤时停了一下，他抬头看我，眼神又怨又慌。我只是笑了笑，什么都没说。对这种人，废话没用，让他看到自己的小动作最终要被流程和制度复核，才是最有分量的回应。很快，刘坤和王经理被暂停职务，接受内部复核的消息传遍全公司。天啊天啊天啊！公司内部消息，陆远是董事长的亲儿子。怪不得昨天刘副总和王经理的神情发紧，原来是把董事长儿子给贬去开车了。神操作啊！想针对董事长儿子，结果自己的岗位也要接受复核，年度最离谱操作非刘副总莫属。我就说远哥不是一般人，那气质，那技术，原来身份真不简单啊！楼上的，你昨天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说远哥得罪了刘总，肯定会一直被针对。胡说，我一直都是远哥的铁杆粉丝。我坐在董事长座驾里刷着论坛，越看越想笑。公司里已经把我传成了什么隐藏身份体验基层，技术高手低调回归，底层程序员逆袭归来，离谱的像电视剧。可我明明只是想安安静静写代码而已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是董事长秘书林飞打来的。陆工啊，不，陆远，董事长让你上来一趟。林飞声音里藏不住紧张和好奇，我嗯了一声，挂断电话，直接上了顶楼，推开董事长办公室。我爹坐在办公桌后，脸色依旧难看。林飞站在一旁，看见我进来，眼神立刻闪了闪，明显多了几分探究。董事长，您找我？坐。技术部那边暂时由张副总监代理总监职务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没什么想法，我继续当我的司机。胡闹！
我的儿子放着总监不当，去当司机，传出去我的脸往哪搁？你的脸不一直在我这儿放着吗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的意思是当司机挺好的。第一，不用管人，省心；第二，不用开会，清静；第三，准时下班，不加班，多好的工作！我爹气的语气明显压着火，旁边的林飞低着头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明显是在憋笑。陆远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技术部总监干不干？不干。项目部经理干不干？不干。市场部啊，别问了，除了司机我啥也不干。我已经铁了心，当程序员压力太大，天天赶进度，还要应付刘坤那种领导，当司机多好，待遇稳定，事情清楚，开着专车接送我爹，剩下时间还能在车里写代码放松一下，这么舒服的岗位上哪找去？我爹看着我态度很坚定，彻底没辙了。出去，看见你就来气，出去。好嘞。我站起来转身就走，那叫一个干脆利落。走到门口，我又停下脚步，回头说了一句：爸，中午想吃啥？我提前去排队。我爹没回话，只把文件夹往桌上一推，我顺手关上了门。门外，林飞终于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他看着我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充满了好奇。陆远，你真是董事长的儿子啊？如假包换。那你以前怎么体验生活？林飞显然是信了，看我的眼神里又多了几分敬佩。那你还真沉得住气，被刘副总那么打压，你都能忍。不是我能忍，是他处理得太急，还没等我做什么，自己就把自己的问题暴露。跟林飞聊了几句，我回到自己的新办公室，那辆董事长座驾，我躺在后座，打开电脑，连上车载 WiFi， 顺手登录公司内部系统，想看看技术部那边有没有新问题。结果刚进去，屏幕就弹出风险提示。系统提示检测到异常访问，重要业务系统存在风险。我眉头一皱，公司的安全系统是我亲手搭的，能触发这种级别的警报，说明对方不简单。我立刻查看系统日志，确认异常来源和影响范围，没多久就定位到了异常情况。这次情况比较复杂，处理起来并不轻松，我冷静处理，很快启动应急防护。与此同时，顶楼技术部已经乱成一团，代理总监张涛急得满头大汗，对着电话急声催促：什么？系统出现异常了，怎么会一时处理不了？重要业务资料绝对不能出问题！整个办公室警报声刺耳地响着，所有程序员都焦头烂额，他们不断尝试处理，却始终没能稳定住局面。董事长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，张涛脸色发白地冲了进来。董事长，不好了，公司系统检测到外部异常访问，重要业务系统存在明显风险。怎么回事？我们的安全系统不是一直很稳吗？对方手法很专业，我们暂时处理不了。一旦核心系统出现问题，用户信息安全和公司声誉都会受到影响，后续合规风险也会很麻烦。我爹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。关键时候处理不了，这就是你们的应急能力。陆远呢？陆远在哪儿？董事长，陆工他现在是您的司机啊，他就算来了也……先别解释，赶紧把他叫上来。是。林飞赶紧拿起电话准备给我打，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大屏幕上原本不断跳动的风险提示突然停住了，然后屏幕一黑，所有人都心头一凉，不好，系统可能出问题了。但下一秒，屏幕上缓缓出现了一行绿色的字，落款是一个熟悉的 ID LY。 张涛看着那个 ID 愣住了，这个 ID 他太熟悉了，这是陆远在公司内部论坛以及各大技术社区专用的 ID。 所有人都懵了，我爹也愣住了，他看着屏幕上那行意味明显的字，又看了看张涛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董事长，异常访问已经被拦截了，是陆工处理的。董事长座驾里，我合上电脑，伸了个懒腰，搞定。这次风险不算简单，但总算被我稳住了。我顺手保留异常处理记录，留下完整日志，准备交给技术部复盘。我心情不错，刚哼起小曲，手机就响了，是林飞打来的。陆远，你快上来一趟，董事长找你。知道了。我慢悠悠地晃上顶楼，一出电梯就看到整个技术部的人都像看技术高手一样看着我，那眼神里有崇拜也有敬畏。代理总监张涛此刻激动的脸都红了，一个箭步冲上来，紧紧握住我的手。远哥，你真是我们技术部的主心骨。我被他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搞得有点懵。张总，你冷静点。我冷静不了啊，远哥，刚才那次异常访问非常棘手，之前有好几家公司出现过类似问题，结果你几分钟就把风险拦住，还保留了处理记录和完整日志，后台记录我都看到了，处置得很稳。周围的程序员们也纷纷围了上来。远哥厉害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技术部最服气的技术标杆。我被这阵仗搞得有点尴尬。基本操作都别激动。我拨开人群，走进董事长办公室，我爹正坐在那儿，表情复杂地看着我，有震惊，有疑惑，但更多的是一种我看不懂的陌生的情绪。什么时候学的这些？一直都会。办公室里陷入了沉默，过了许久，我爹才长长地叹了口气。我以前总觉得你摆弄电脑
是不够稳重。现在看来，是我老了。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和一丝释然，我心里也莫名的动了一下。这还是那个一直以来都强势霸道的父亲，第一次用这种近乎于承认错误的语气跟我说话。陆远，回来吧，回技术部，总监的位置是你的，公司需要你。说实话，那一刻我有点动心，但转念一想，当总监就要天天开会、看报表，跟各个部门扯皮，哪有当司机在车里敲代码来的自在？于是我摇了摇头，爸，我还是觉得司机这个岗位更适合我。我爹的眼角抽了抽，刚刚营造出来的一点点温情气氛瞬间荡然无存。他大概是想起了我刚刚才力挽狂澜救了公司一命，这时候再骂我，显得他有点忘恩负义。他只能憋着，一张脸瞬间变得难看。行，你行，你愿意当司机你就当一辈子，出去现在就出去。好嘞。我又一次被请出了办公室，技术部的人看着我全都愣住了。刚刚救了公司，董事长亲口许诺总监位置，我却转头拒绝，只想继续当司机。他们想不通也不敢问。从那天起，我在公司的地位彻底变了。以前他们看我是同情，是等着看笑话，现在看我只剩敬畏。远哥好。技术部的人彻底把我当成了主心骨，代码一出问题就排队来停车场找我。我靠在董事长座驾里，听完情况，3-5分钟点出问题。久而久之，董事长专属车位成了技术部的临时答疑点，我这个司机也被叫成了技术总顾问。我爹气得好几天不理我，涨工资、配办公室、许诺长期激励，可我的回答始终只有一句：爸，当司机挺好的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能安安心心当司机的时候，技术部那边又把麻烦送到了我车窗前。陆远，张涛找你说有个合作项目的资料，他拿不准。他一个代理总监拿不准就开会讨论，找我这个司机干什么？他说这事跟宏发集团有关，董事长下午要看初步意见，让你帮忙扫一眼。宏发集团，就是最近跟公司谈新能源合作的那家。对，听说他们后面还要和董事长一起参加行业酒会，所以这份资料不能出差错。我本来不想管，可听到宏发集团4个字，手上的动作还是停了下来。让张涛过来吧，先说好，我只看一眼，不参会，不发言，不签字。你这话我会原样转告董事长。别，后半句不用转。没过2分钟，张涛抱着笔记本一路小跑过来，身后还跟着2个技术骨干，3个人站在车边，表情一个比一个紧张。远哥，救急！宏发刚发来的新能源调度方案，我们看了半天，总觉得不太踏实。不踏实就写不踏实，怎么还怕他们生气？不是怕他们生气，是怕我们看错。毕竟这是董事长亲自盯的合作，要是我们随便提问题，影响谈判怎么办？鸿福那边说，他们这套模型是自研的，已经能支持多端调度和实时响应。可我们按他们给的流程跑了一遍，结果有几处逻辑对不上。资料打开。张涛赶紧把电脑递进车窗，我靠在座椅上划了几页方案，越看越觉得眼熟。远哥，怎么样？方案写得挺漂亮。那就是没问题。漂亮不代表能用 ，PPT 讲故事可以，系统真跑起来靠的是底层逻辑。你慢点说，我记。第一，多端同时接入时，资源分配规则太简单，表面上响应快，实际高峰期容易互相抢资源。我就说这里不对，但我说不清楚。第二，节点掉线后的补偿机制太弱，一个点出问题，后面全靠人工补，项目一大，复盘会很麻烦。对，就是这里，我模拟过一次，后面数据会乱。第三，日志记录不完整，出了问题只能看到结果，看不到过程。合作项目最怕这个，责任边界不好说。远哥，这3条如果写进意见里，宏方那边脸色估计不好看。你是技术负责人，不是气氛负责人，问题存在就要写清楚。那署名呢？写你？别写我。那怎么写？写陆氏内部技术复核意见，你们技术部集体确认后发出去。可这明明是你看出来的。我现在是司机，司机只负责开车，不负责在合作文件上出名。你这话要是让董事长听见，又得气1天。那就别让他听见。张涛低头飞快整理意见，我看着屏幕上那几段接口说明，眉头慢慢皱了起来。远哥，还有问题？这几段说明像是从公开技术文档里改出来的。公开文档？不一定有问题，技术圈很多基础思路都是公开讨论的，关键看他们有没有真正做出自己的实现。那我们要不要直接指出来？先别下结论，把我们自己的公开资料、出版时间、内部会议记录都留好，以后真要说归属，靠的不是嗓门，是记录。明白。我马上让人整理备份。董事长那边还问你要不要参加下午的线上预审会。不去。他说你不去，他就亲自下来请你。那你告诉他，我在车里保持通讯畅通，真有听不懂的，让张涛问我。远哥，你真不露面？不露。你们技术部也该自己撑旗帜了，不能什么往停车场送。可我们心里没底。你们按事实讲，
不夸大，不指责，只说风险点和修改建议，这样就算对方不高兴，也挑不出毛病。下午3点，宏发集团的线上预审会准时开始。我没进会议室，只坐在董事长座驾里，开着耳机听张涛同步过来的会议音频。我们这套新能源调度模型是宏发今年重点推进的核心方案，稳定性和响应速度都经过了内部验证。陆氏这边如果没有特别意见，我们希望尽快进入下阶段，毕竟项目窗口期很紧，双方都耽误不起。我们这边有一份内部复核意见，想先和贵方确认几个技术点。可以，张总请说。第一，多端同时接入时，资源分配规则需要更细。第二，节点异常后的补偿机制需要补充。第三，日志记录要完整，便于后续复盘和责任确认。张总，这些问题是你们技术部今天临时整理出来的？是我们内部复核后的意见。具体是哪工程师提的？方便沟通吗？不方便单独署名，这是陆氏内部意见。张总，这几个点听起来更像上线后的优化项，不一定影响合作判断。如果只是小项目，可以后面优化。但这是双方重点合作项目，前期边界越清楚，后面推进越稳。张总的意思是，宏富现在的方案不稳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的意见是方案有亮点，但关键流程还需要补充说明。张涛这几句话说得很稳，我靠在车里轻轻点了点头。还行，没给我丢人。你明明人在楼下，怎么听起来比会议室里的人还紧张？我这是关心公司合作质量。你确定不是怕张涛把你写的意见念错？看破不说破是职场美德。会议继续进行，小雅明显不想在技术细节上纠缠，很快把话题转向合作节奏。技术细节我们会回去补充，但我也希望陆氏能理解，宏发拿出的是核心方案，不可能把所有底层内容都提前展开。理解。所以我们只要求关键逻辑说清楚，不涉及贵方内部资料。那我再确认一下，陆氏这份意见不代表对宏富方案有质疑，只是正常合作复核，对吗？对，是正常复核。会议结束后，张涛第一时间跑到停车场。远哥，你听见了吗？小雅一直追问是谁提的意见，她为什么这么在意署名？因为她想知道陆氏到底是谁看出了问题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洪峰也知道那几个点不是普通人随便能看出来的。那我们是不是要提醒董事长？提醒，但别下结论。你只说3件事：第一，宏发方案还有补充空间；第二，对方特别关注意见来源；第三，我们已经保留资料版本和会议记录。明白。张涛回到技术部后，立刻把几个骨干叫到一起，按我说的重新整理备忘录。张总，这份意见要不要写得硬一点？比如直接说宏发方案存在明显问题。不行，陆远说了，只写事实，不下结论。那要不要把他刚才那几句原话写进去？更不行，他不署名，就是不想让人顺着名字找过来。可宏发那边要是追问，我们怎么答？就说这是技术部集体复核，谁再追问就让他们补材料。我怎么觉得对方不像单纯来合作，倒像是在摸我们的底。所以更要稳，别冲，别吵，把版本、邮件、会议名录都保存好。远哥连这个都提前想到了。他不是提前想到了，他是习惯把后路留好。技术部的人越整理越觉得心里发凉。宏发的材料看上去完整，可很多关键地方都停在表面。真正要落地时，哪些环节能复盘，哪些责任能说清，文件里并没有交代透。张总，这些如果后面真出事儿，谁先把记录说清楚，谁就更有主动。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跟宏发争输赢，是先把自己该做的流程做扎实。当天晚上，路上送我爹回家时，他果然主动问起了这件事。张涛说，宏发那份资料是你帮忙看的，他拿不准，我顺手扫了一眼。你觉得宏发有问题？只能说他们的方案包装得很成熟，但底层解释不够完整。生意场上合作方都会藏一点东西，这不奇怪。藏东西不奇怪，奇怪的是他们更关心谁看出了问题，而不是怎么解决问题。你怀疑他们另有打算？我不靠怀疑做判断，我只提醒你，后面跟宏方谈的时候，别只听他们怎么说，要看他们愿不愿意把记录和边界说清楚。你这话倒真不像司机说的，司机也要懂点路况，前面有没有坑总得提前看一眼。那你觉得明天酒会我该怎么跟王总聊？正常聊，别先翻脸，也别急着表态。他们如果谈合作，你就谈流程；他们如果谈技术，你就让技术部出面；他们如果谈责任，你就让法务在场。你小子现在倒像是在教我做生意了。不敢，我只是怕你被人拿话术绕进去。哼，我在商场混了几十年，还能被人绕进去？能不能绕进去不知道，反正文件夹加调令那次你已经中过一次。你能不能别提那事儿？能，除非你再不细看文件。我爹被我噎得没话说，最后只哼了一声，把头扭向窗外。但我能看出来，他这次是真听进去了。
同一时间，宏发集团办公室里，王总正看着小雅带回来的会议纪要。陆氏那边是谁提的意见？不知道，他们只说是内部复核意见，不肯署名。一个技术意见而已，有什么好查的？陆氏技术部不就那几个人吗？不是张涛，张涛只是照着意见念，他背后一定还有人。能看出这些问题，说明陆氏内部确实藏着懂底层的人。那又怎么样？合作还不是要看我爸和陆天成怎么谈。如果继续按技术细节谈，宏发会被他们牵着走。所以不能只按技术谈。明天酒会，陆天成一定会在场，到时候我们先把资料归属问题抛出来。资料归属？既然两边代码有相似处，那就让他当众解释清楚。只要我们先把资料归属这个问题摆到台面上，陆氏就得先解释清楚，到时候谈判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。王总，这样会不会太急？不急不行。陆氏内部那个没露面的人，已经让他们有了警惕。等他们准备充分，我们就不好开口了。那明天我也去。你去可以，少说话。我知道，我就看看陆天成到时候怎么收场。我当时并不知道，自己随手写下的那份无署名内部意见，已经让宏发那边起了戒心。他们不知道写意见的人是谁，只知道陆氏内部藏着一个懂底层逻辑的人。他们更不会想到，第二天的酒会门口，他们随口使唤的那个司机，就是他们一直想找出来的人。这件事之后，我表面上还是照常当司机，可我知道宏发集团那边不会轻易消停。第二天晚上，我照常送我爹去参加商业酒会，酒店门口车辆不少，商界人士来往。我刚把车停稳，我爹整理好西装准备进去，临走前他还不忘回头瞪我一眼。你就在车里待着，别乱跑，别给我惹事儿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快进去吧，酒都快被别人喝完了。我爹哼了一声，转身走进了酒店。我百无聊赖地靠在车里，拿出手机准备放松一下，刚打开页面，车窗就被人敲响了。我摇下车窗，看到一个穿着西装油头粉面的年轻人正一脸倨傲地看着我。喂，司机，过来帮我停个车。他指了指旁边一辆红色跑车，我瞥了他一眼，没搭理他，继续低头看手机。对你说话呢，没听见吗？一个司机帮忙停个车怎么了？快点！第一，我不是酒店的代客泊车；第二，就算我是，我也只为我老板开车。第三，这不是我的职责。年轻人的脸色明显变了，他大概是平时说话被人顺着惯了，没想到会被一个司机这么回应。你找茬是吧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爸是宏发集团的王总。哦，不认识。他情绪一上来，指着我正要发作，旁边一个穿着晚礼服的漂亮女孩拉住了他。王少，别跟一个司机一般见识，我们快进去吧，别让陆董等急了。女孩的声音很甜，但说出来的话却带着一股不太客气的味道。王少似乎很听这女孩的话，不满地看了我一眼，冷哼一声：“今天算你运气好。”说完就搂着女孩的腰，带着不满走进了酒店。我摇了摇头，继续看手机。人一多，什么情况都能遇见。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我爹的电话打来了。陆远，你马上到3楼的宴会厅来一趟。他的声音听起来很严肃。干嘛？不是让我别乱跑吗？先别解释，让你来就来。说完电话就挂了。我虽然有些疑惑，还是锁好车进了酒店，上到3楼宴会厅。我刚进门就察觉气氛不对，大厅里围满了人，低声议论，空气紧得像要炸开。我爹站在人群中央，脸色铁青，对面站着宏发集团的王总，身边正是刚才那个王少和漂亮女孩。王总正情绪激动地说着什么。陆董，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我们两家的合作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的，现在双方项目资料使用边界不清，这算什么？王总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你说我的人擅自使用你们资料，证据？这就是证据。小雅，你来说。那个叫小雅的女孩往前走了一步，脸上带着委屈的表情，眼眶红红的。陆董，各位叔叔伯伯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宏发集团和陆董的公司最近正在合作一个新能源项目，核心技术是我们宏发提供的。可是今天我无意中发现，我们项目的核心代码出现在了陆董公司内的服务器上。这话一出，全场哗然。商业合作最忌讳的就是项目资料边界不清，这要是坐实了，对我爹公司的声誉会是很大的打击。我爹的拳头瞬间攥紧了。一派胡言！我们公司的服务器有最顶级的安全系统，外人根本不可能把数据传进去。那可不一定，谁知道你们公司内部有没有内部问题呢？他一边说，一边意有所指地看了看我爹身后的几个高管。那几个高管脸色一变，纷纷开口辩解。就在这时，那个王少突然看到了人群外的我，他眼睛一亮，像是发现了新大陆，指着我大叫起来：“爸，就是他，就是那个司机！”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到了我的身上。我有点懵，这又关我什么事了？什么司机？就是陆董的司机啊！刚才在楼下，他还和我发生过争执。
我看他行为可疑，说不定这事和他有关。我真是服了这套逻辑，前后根本站不住。王总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语气明显不客气。陆董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怎么能让一个司机混进来，还穿得这么随便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？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 T 恤牛仔裤，确实跟周围这些西装革履的人格格不入。我爹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，他不是气我穿得随便，他是气这个姓王的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教训他的人。我的人穿什么做什么，还轮不到你王总来指手画脚。哟，陆董这是要维护自己人了。也行，既然你说不是你的人干的，那敢不敢让我们当场验证一下？怎么验证？很简单，我们就用这台电脑现场连接你们公司的服务器，再连接我们公司的服务器，一对比，不就知道代码是不是一样的了？如果一样，就说明你们的资料使用边界存在问题。你陆天成今天必须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给鸿丰集团道歉，并且终止合作，承担合同约定的责任。如果不一样呢？如果不一样，那就算我王某人看错了，我当场给你侦查道歉。我从人群中走了出来，站到我爹身边。行啊，比就比，谁怕谁啊？我一开口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陆远，你别胡闹！我爹也错愕地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担忧。爸，放心，你儿子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？对面的王总看到我这个司机居然敢站出来说话，先是一愣，随即语气不客气地笑了一下。陆董，你这司机胆子不小啊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他能不能说话，我说了算。好，好，好，既然你这司机都发话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，省得别人说我欺负你们。王总给小雅使了个眼色，小雅立刻走到电脑前，几下操作后，屏幕上弹出2个窗口，左边是宏发集团，右边是我们公司。他调出两边的核心代码，下一秒，我爹这边的高管脸色明显变了，2份代码几乎一模一样。陆天成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现在结果摆在眼前。周围的宾客们也开始窃窃私语。没想到陆董是这种人啊，为了项目连合作资料都不守规矩。这事儿要是真坐实，影响不小。看来这次陆氏集团麻烦不小，也算给大家提个醒。各种落井下石的声音清晰地传到我爹耳朵里，我爹的身体微微晃了一下，脸色明显发白。这么多年积累的声誉，难道要在今天受影响？那个王少态度更加强硬，他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看到了吗？你一个司机，这就是你们公司的流程问题，公司流程都说不清楚，员工也很难解释。我没理他，只是转头静静地看着屏幕上的代码，然后我笑了。王总，你确定这就是你们宏发集团的核心代码？我的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大厅，所有人都安静下来，不解地看着我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就是觉得你们这段代码写的不够严谨。你说什么？这代码是我亲手写的，你一个司机你看得懂吗？略懂，略懂。比如这里第38行的算法逻辑有问题，极端情况下会影响运算效率。还有第102行，变量命名不规范，后期维护会很麻烦。再看第256行，安全设计看起来复杂，其实强度不够，后续风险很高。我每说一句，小雅的脸色就难看1分，到最后她整个人都僵住了，眼神里全是慌乱，因为我说的全都对，那些代码里的问题原本只有她自己清楚。全场虽然听不懂技术细节，却都看懂了她的表情，那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。你别乱说什么，你一个司机懂什么代码？我是不懂，但我眼神好使啊！我指着屏幕右边，我们公司的代码窗口。你们看，我们公司的代码虽然跟你们的看起来一模一样，但是在每一行代码的末尾都有一个时间戳，这个时间戳精确到毫秒，记录了这行代码是什么时候写入服务器的。我把屏幕放大，指着第1行代码。大家看，这行代码的写入时间是3个月前，而据我所知，我们和宏发集团的项目合作是1个月前才开始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转过身，微笑着看着脸色已经十分难看的王总。王总，您能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们公司会在2个月前就拥有你们1个月后才开发出来的核心代码？难道我们公司有时光机？宴会厅瞬间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听明白了，不是陆氏集团拿了宏发的代码，而是宏发参考了陆氏的公开代码，又包装成自己的核心技术，现在又把资料归属问题推到我们身上，想争取谈判主动。他旁边的王少和小雅更是脸色难看，我爹看着我，眼神里多了从未有过的亮色。他走上前，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：好小子，干得漂亮！然后他转向王总，目光明显沉了下来。王总，现在
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王总脸色一变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他知道这件事已经很难收场，宏发集团的合作信誉也会受到影响，相关材料后续都要进入正式处理流程。我看着这一幕没有说话。本来只想安安静静当个司机休息一下，怎么总有人非要把问题送到我面前呢？真是的。酒会不欢而散，王总父子连同那个叫小雅的女孩被工作人员劝离现场，后续问题将交由双方律师和公司法务按流程处理。回去的路上，车里的气氛前所未有的和谐。我爹坐在后座，一路上嘴就没合拢过。痛快，真痛快！儿子，你今天可真是给我长脸了。你是没看到姓王的那张脸，特别难看。他笑了半天，又突然安静下来，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我。陆远，你老实告诉爸，你到底还藏了多少本事？没什么本事，就是会写点代码而已。少来！就你那两下子，叫会写点儿，那我们公司技术部那帮人岂不是压力可就大了？你小子藏得够深的啊！要不是今天这事儿，我还真被你那副懒散样子给骗了。我笑了笑，没再解释。回到家，我妈已经做好饭菜，饭桌上，我爹把酒会上的事添油加醋说了一遍，把我夸得像天降奇兵。我妈听得眉开眼笑，一个劲儿往我碗里夹菜。我儿子就是厉害，随我。怎么就随你了？明明是随我。哼，你看他那股子霸气，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。你霸气，你那是嘴上厉害。我儿子这叫智慧，叫内涵，懂不懂？眼看爸妈又要为我到底随谁吵起来，我赶紧低头干饭。第二天，我照常开车送我爹去公司。车刚进园区，我就发现气氛不对，保安、保洁、员工全都远远停下来看我，那眼神比昨天还夸张。车刚停稳，张涛就带着一群程序员冲了过来，他们人手鲜花，还拉着横幅。张涛激动得满脸通红，直接把最大的一束花塞进我怀里。远哥，您就是我们技术部的主心骨啊！昨天我们都听说了，您在酒会上用代码把事情讲清楚，直接让对方无话可说，太厉害了！从今天起，这次大家是真的服了。说着，这帮人居然真的要齐刷刷的鞠躬，我吓了一跳，赶紧扶住张涛。别，使不得，都起来！我爹在一旁看的是又好气又好笑，他清了清嗓子，板着脸喝道：“胡闹！像什么样子？这里是公司，不是热闹现场，都给我回去工作！”技术部的人这才恋恋不舍地散了。我爹看着我怀里那束花，眼角抽了抽。你现在威信比我这个董事长都高了。没办法，魅力太大。少贫嘴！他走到电梯口，又停下脚步，回头对我说：“今天下午公司开董事会，你也来参加。”我去干嘛？我又不是董事，我让你来你就来。从今天起，你是我陆天成的特别助理兼首席技术专兼专职司机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走进了电梯。我抱着那束花站在原地，哭笑不得。特别助理、首席技术官，我爸是铁了心不让我安生当个司机了。下午董事会，我穿着一身休闲装，准时出现在了会议室。会议室里坐着公司的几位董事和股东，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叔叔伯伯。他们看到我进来，都露出了和蔼可亲的笑容。哟，小远来了，天成，这就是你家那个天才儿子吧？真是虎父无犬子啊！小远，昨天的事我们都听说了，干得漂亮，给我们公司立了大功。我爹脸上笑开了花，嘴上还谦虚着：“哪里，这小子就是运气好，正好赶上了。”会议开始，议题只有2个：处理宏发集团合作争议的后续问题，以及对我进行表彰任命。过程顺利和离谱，董事会全票通过，任命我为公司首席技术官，负责技术研发和信息安全，还给了我长期激励股份。我稀里糊涂的就从司机变成了公司核心技术负责人之一。会议结束，我爹拍着我的肩膀，语重心长：“儿子，以后公司的技术就全靠你了。”爸，我还是想当司机。可以，首席技术工兼专职司机。以后你上班就在我办公室里摆张桌子，我出门你开车，2不耽误。姜还是老的辣，我算是彻底被他拿捏了。我的新办公室就设在董事长办公室角落里，一张电竞桌，3台显示器，一把人体工学椅，是我提的唯一要求。我爹嘴上骂我不够稳重，还是让林飞安排好了。于是公司里出现了奇特一幕：董事长在红木办公桌后批文件，我在角落戴着耳机敲代码，屏幕上不是代码就是调试界面，时不时我爹还会中气十足地喊一声：“陆远，上班时间注意点形象。”首席技术官只是默默调大耳机音量，董事长气得瞪眼，却拿我没办法。谁让我既是功臣又是他亲儿子？我放松归放松，正事没落下。1周内，公司网络安全系统被我重新加固了一遍，技术部更服我了。张涛每天带人守在办公室门口，等我有空就小心请教问题。我爹起初嫌烦，后来也习惯了。客人来时还会得意的介绍：“看到没，门口排队的都是我们公司的技术精英，他们不是来找我的，是来找我儿子的。”
那语气恨不得把我儿子真厉害写在脸上。我的司机工作也还在继续，每天接送我爹上下班，只是车里的聊天内容变了。以前是他单方面教育我，现在是我单方面给他讲技术，顺便把他听得一愣一愣的。爸，我跟你说，你那个互联网加的思路已经过时了，现在是 AI 加的时代。什么叫区块链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一种不能篡改的记账本，你那几个老伙计账目记录更清楚。元宇宙不是你想的那种虚拟世界，它的核心是……我爹每次都被这些新概念听得一愣一愣的，从最初不屑，到后来好奇，再到现在认真记笔记。我知道，我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慢慢改变这个固执了一辈子的父亲。这天，我送他去机场谈项目，临走前，他站在车边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有事就说，别吞吞吐吐的。他难得的没有骂我，只是叹了口气：“儿子，公司就交给你了。”他的眼神里有信任，有期许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依赖。我心里一暖，朝他挥了挥手：“放心去吧，爸，你的事业我给你守着。”他笑了笑，转身走进机场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忽然觉得当首席技术官兼专职司机好像也不错，至少能让这个为我操心半辈子的男人放心去追他的事业，而我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他，守住这个家。